无人机深夜突袭克里姆林宫，乱成了一团。乌克兰或在执行暗杀普京的计划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讯说。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变得是越来越频繁了。虽然这些袭击并没有给俄罗斯造成多大的损害，但是依然让俄军的防空力量那是疲于奔命啊！毕竟谁都不敢确认这乌军下一次的袭击会瞄准什么地方呢？以及袭击的破坏力有多大？那比如说吧，如果基辅袭击的目标是普京总统或者是绍伊古将军呢？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事儿虽然看起来十分的荒唐，但是如果是泽连斯基下达的命令，还真的是有可能发生的。普京对俄罗斯和整个世界的重要性那是不言而喻，一旦他出了什么意外，很有可能就导致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呀。因此，暗杀普京这种事情，就连美国、英国等国家最多也只是敢想象一下而已，那根本就没有胆量付诸行动。但是乌克兰就不一样，本身就已经深陷和俄罗斯的战争当中，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也如同家常便饭一样，根本就不害怕俄军的报复。因此，暗杀普京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说，或许是迫使俄军投降的一个绝佳的办法。据俄罗斯媒体报道，基辅在5月3号深夜派遣了2架无人机对普京的办公场所克里姆林宫发动了袭击，俄军及时通过电子战系统进行干扰，最终让这次袭击以失败告终。据克宫方面表示，空袭并没有对普京总统造成任何伤害，无人机在克宫所在地坠毁，四处散落的弹片和爆炸也没有造成其他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。虽然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是失败了，但是也足够让克里姆林宫是乱成一团。因为接下来俄罗斯将举行胜利日的庆祝活动，按照惯例，普京总统将会在莫斯科红场进行公开演讲。乌军频繁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已经是严重危害到了普京的安全，这也给俄军的防空能力带来了极大的考验。乌克兰执行暗杀普京的计划，在相关人士看来，泽连斯基集团的无异于是在自取灭亡。这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表示，在针对普京的袭击发生之后，俄罗斯除了从物理上消灭泽连斯基集团以外，已经是别无选择。基辅甚至已经不需要签署无条件投降的文件。那言外之意就是，乌克兰胆敢威胁普京的安全，那就必须要承受俄罗斯的反击。那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已经是发出了警告，让相关人员注意基辅当地的防空警报，并且采取适当的避难措施。这就反映出美国人是十分清楚暗杀普京的后果，也明白这泽连斯基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报复，那更加是深刻的知道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基辅那是没有一处地方那是安全的，哪怕是美国大使馆也很有可能面临被俄军打击的危险。总之吧，泽连斯基的疯狂决定已经让乌克兰全境都陷入到了危机当中了。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